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时刻？一件事还没发生，你却心里早已知道它会发生。或是某个愿望你迟迟等不到回应，直到有一天，你感觉自己真的放下了，事情却突然发生了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宇宙正在回应你。不是透过逻辑，不是透过语言，而是感受。宇宙的语言从来不是语词或符号，它说话的方式是透过你的感受。当你觉得轻盈、宁静、喜悦，你就是在对齐宇宙的频率。当你焦虑、抗拒、怀疑，那些感受也不是错误，而是指引。他们在提醒你，某些地方你还不相信自己配得拥有。你以为吸引力法则是一种控制世界的魔法，但其实它只是帮你放大你当下的能量状态。不是你想什么，而是你感觉什么，决定了你正在吸引什么。很多人会说，我一直在想我要成功，要爱情，要金钱，为什么还是没有？但他们没有发现，自己内在真正的感受是担心失败、害怕孤单、焦虑不足。这些感受比言语更强烈，它们才是宇宙真正接收的频率。吸引力不是你用来改变世界的魔法棒，而是你内在能量的镜子。你是什么样的状态，世界就会用相同的方式回应你。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你还没看见自己的真实能量。你不用努力去想对的东西，你需要的是回到内心，诚实的感受。真正的转变，从来不是靠念几句肯定语就能改变一切，而是从你开始愿意诚实面对，我此刻的能量正在说什么。如果你感受到恐惧，不需要批判它，也不用掩盖它，只是静静看着它，像是对着一个正在说话的孩子。恐惧是提醒，不是敌人。它要你记得，你还有一部分的自己正在等待被理解、被接纳。当你学会这样与自己对话，你就在重新校准频率。那时候，你不再只是用头脑在吸引，你开始用整个人去共振。而宇宙是会立刻听见这样的共振的。不论你说了什么，它都会回应你内在最真实的感受。所以，请不要急着用行动去证明什么。先让你的内在状态先成为你想吸引的那种感觉。你想要爱吗？那就先成为温柔。你想要自由吗？那就先感受宽容与流动。你想要丰盛吗？那就先培养内在的足够感与信任。这不是假装，而是主动选择。选择把注意力放在让你感觉好一点的想法上。选择不再责备自己每一个还没做到的瞬间。选择用温柔的方式对待你的起伏。感受是一切的起点。如果你愿意回到这个简单的真相，你会发现，吸引力不是玄学，不是遥不可及的概念，而是每一个当下你选择如何与自己相处的方式。当你开始珍惜自己的内在状态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很多你过去渴望的事会开始悄悄靠近你。因为你终于准备好了，你终于让自己与它在同一个频率上。宇宙从来没有关上门，只是它一直在等你说出真正的讯号，不是语言，而是感受。请相信这股力量。当你开始让自己感受更好一点，你的世界也会开始好起来。不需要完美，不需要假装积极，只需要真实、温柔、稳稳地爱着自己的每一个状态。宇宙一直都在，吸引力也从未停止。它不是魔法，它是你能量的回音。你怎么感觉，它就怎么回应。那份共振从来都不是遥远的，是你早已拥有的力量。现在的你只需要闭上眼，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此刻的感受是在创造我想要的世界吗？如果答案不是，那也没关系。你随时都可以转变。从当下这一刻，从呼吸里的平静开始，让你的频率轻轻调整。因为宇宙的语言是感受，而你正是那份语言里
最清晰的一句话。有时候你会觉得人生太沉重，你明明已经尽力了，却还是卡在某个困境里动弹不得。计划被打乱，关系失去连结，等待看不见尽头。你开始怀疑，是否宇宙真的对你有什么安排？还是这一切只是命运在玩弄你？你默默问着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现在？可亲爱的，也许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，而是你能不能换个角度看待这一切？宇宙从来不是来考验你，它不是老师，不是法官，也不是无情的操纵者。它是无限的智慧与爱，正用它独特的方式为你铺一条路，一条你还没看懂，但未来会感谢的路。当你感到被拒绝，可能是因为那扇门后面其实并不适合你。当你经历延迟，也许是为了让你多一点时间准备，让你配得上更大的祝福。当你感到孤单，也许是因为你正在学习与自己更深的相处，找回真正的力量。我们太习惯把痛苦视为惩罚，把挫折当作失败。但宇宙的逻辑不是这样运作的。它不给你想要的东西，而是给你准备好承载的东西。它不急，它只等待你准备好真正拥抱你自己，拥抱你的道路。你走过的每一段黑暗都不是白走的。那些眼泪、挣扎、疑惑，宇宙都默默记着，像记录着一段酝酿的过程。不是为了让你屈服，而是为了让你蜕变。真正的祝福往往藏在那些你一开始看不懂的转弯里。但你要知道，那不是绕远路，而是避开了更大的风暴。你没看见的，宇宙替你看见；你来不及保护的，宇宙早已安排。你不需要什么证据来证明宇宙在你这边，你只需要回想每次你以为自己会撑不过去的时刻，最后你都还是活过来了，而且更强壮、更温柔、更深刻。宇宙在为你铺的路不一定宽敞笔直，但它会带你回到你真正该在的位置，不是社会认可的位置，不是别人期待的位置，而是属于你灵魂深处最适合、最自由的地方。所以当你又觉得一切都不顺的时候，请不要急着下结论。不要说我被放弃了，我太失败了，我就是不够好。请你停一下，深呼吸，问问自己，这会不会是在为我铺更宽的路？也许你还看不清楚那条路通往哪里，但你可以选择相信。相信这一切不是偶然，相信你不是孤单奋斗，相信这些经历不是来惩罚你，而是来强化你。你正在经历的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前的酝酿。宇宙铺路的方式常常不像我们习惯的那样直接。它不给你地图，它给你方向感。它不让你跳过功课，它陪你慢慢学会。它不在每一次你呼喊时马上出现，但它一直都在你身后。也许现在的你还在低谷里，还在等答案，但请记得，低谷从来不是错误的位置，那是生命让你练习根深蒂固的地方，让你安住在真正的自己之中。你不是迷路了，你只是在铺路的过程中，而你走过的每一步，哪怕再不堪、再迟疑，都在为未来的你准备一个更稳固的起点。宇宙没有考验你，它只是在等你明白，你不需要通过任何测验才能被爱、被支持、被成全。你已经是那个值得被引导的人了。所以现在的你可以稍微放松一点，温柔一点，信任一点。你所渴望的未来不是越来越远，而是正一步一步向你靠近。当你开始这样相信，你会发现原来道路早已存在，只不过是宇宙在等你踏出信任的那一步。它不是在考验你，它从未离开你，它只是用一种你还不熟悉的方式，正在为你铺路。为什么有些人在同样的情况里，却能看到完全不同的世界？有人在雨天感到烦躁，有人却觉得宁静；有人在失败中看见终点，
有人却在同一处看见转机的入口。那不是因为他们幸运，也不是他们拥有特别的资源，而是因为他们的频率不同。他们的内在震动创造了他们眼中所见的世界。你的频率决定了你如何解读眼前的每一个画面。同样一个瞬间，在不同的频率下，可以是沮丧，也可以是自由，是结束，也可以是重新开始。我们常常把现实当作绝对，把眼前所见视为事实。但其实，所谓的世界，只是你内在震动的投射。你用什么样的状态去看它，它就会以那种样貌出现在你面前。频率不是音乐才有的东西，它是你当下的能量状态，是你内在的核心信念与情绪波动。你越是沉浸在恐惧、焦虑、匮乏的频率里，世界就会像一面镜子，反射出更多混乱与阻碍。而当你开始转向平静、信任与喜悦，那面镜子也会慢慢清晰、明亮。这不是自我安慰的幻想，而是宇宙运作的真理。你是那个决定实相如何显现的人。不是外在的事件创造了你，而是你如何震动，创造了那些事件对你的意义。当你开始改变频率，事情不会立刻改变，但你的眼睛会变了，你的解读方式变了。这世界从来都没有变得更糟或更好，是你变得更有力量，去看见它的不同层面。很多人会说，我要等事情变好了，我才有办法感觉好。但宇宙的逻辑恰恰相反，你要先选择感觉好，你的世界才会开始改变。不是因为你伪装乐观，而是因为你正在调整你的频率，从而调整了你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。当你在高频率的状态中生活，你会发现以前的问题不再那么严重，以前的难题会有新的突破口，你会遇到新的连结，新的可能。而这一切都不是偶然，是你自己创造的结果。你越相信世界是支持你的，世界就越来越像你所相信的样子。你越感谢当下拥有的一切，你就会吸引更多值得感谢的事物。你越用爱的视角看人际关系，那些紧绷的连结也会慢慢松动。你不是受害者，你是频率的源头。你可以选择现在此刻要在哪个振动层次上呼吸、生活、感知。当你觉得现实沉重，请不要急着改变它，先改变你看它的方式。也许你正处于低频状态中，那很正常，每个人都会。但你不需要卡在那里太久，让自己安静下来，深呼吸，聆听内心，感受你的状态。不是批判自己，而是温柔的关照，然后慢慢的提升它。做些让你感觉更好的事，想些让你安心的念头。不需要一下子飞到高空，只要一点点的转变，频率就会开始改变。你不需要外界给你什么许可，你就可以选择用不同的方式与世界相处。这个世界会照着你的振动来对你说话，你送出什么，它就回应什么。所以请记得，你不是被困在现实里的人，你是那个可以改变频率，从而改写实相的人。当你真的明白这一点，你会重新掌握生命的主权。你会开始为自己的频率负责，不再被环境主导情绪，而是主动创造、主动选择、主动提升。这世界的样貌从来不在外面，它始终住在你对自己的感受里，住在你愿意相信的那份力量里。你的频率决定了你眼中看到的世界，而你的世界也会忠实地回应你每一次的转变与成长。这一切从此刻开始，从你选择对自己说，我愿意调整我的频率，改写我的世界。有些人拥有很多，却总觉得自己不够，而有些人物质不多，心却丰盛的像整个宇宙都住进了他们的眼睛里。这不是运气的差别，而是频率的不同。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努力，要竞争，要拥有，好像丰盛是个可以累积的东西，只要够多，
就会安心。但你也许早已发现，那些够了的瞬间，从来不会真正出现。因为匮乏不是缺少东西，而是一种与宇宙失去连结的状态。真正的丰盛，不是来自你拥有多少，而是你内心有多同步于宇宙的流动。那是一种感觉，是你在呼吸之间感受到生命与你同在。不是计算，不是追赶，是接收与信任。当你与宇宙对齐时，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不再需要追，它们会自然来到你身边。不是因为你拥有控制力，而是因为你成为了流动本身。丰盛是一种状态，不是数字。它是你醒来时能够感谢空气与光，是你看见阳光照进房间，心里泛起一种无声的喜悦，是你明知道事情尚未圆满，却仍然选择相信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前进。与宇宙同步的人不会急着拥有，他们明白每一份渴望的实现都有它自然的节奏与时机。不是你越紧抓就越能得到，而是你越放松越愿意信任，丰盛的流就会越自然地流进来。很多人以为放松就是放弃，其实不是。放松是对宇宙最深的信任，是你不再用匮乏的眼睛看这世界，而是用满足的心去感受当下每一刻的完整。当你用丰盛的频率生活，世界会开始变得柔软。你不再与人竞争，而是欣赏每个人各自的旅程。你不再急着证明自己，而是慢慢展现本来的模样。你不再害怕失去，因为你知道真正属于你的从来不会走错方向。宇宙不是金库，它是一条流动的河。你不是去抢夺水源，而是学会张开心，让水流经你。越是愿意让自己进入流动，你的生命就越多富足的显化。你可能会问，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与宇宙同步？答案不在你的存款里，不在你实现了几个目标，而在你心里的状态。你是否感到宁静？你是否信任当下？你是否感受到爱？丰盛是能量的结果，不是努力的成赏。它不会因为你做的更多就更快出现，但它一定会在你频率对齐时如约而至。也许你此刻还在怀疑，也许你正经历一些现实的挑战，但请你知道，那些都不会阻挡丰盛，只要你愿意转向那个更深的源头。不是问我还缺什么，而是问我还可以在哪里更信任、更敞开。真正的丰盛是当你什么都没有，也能感受到一切都已足够。是当你还在等待的时候，心里已经在祝福。是你用爱的角度看待一切尚未发生的奇迹。宇宙从来没有对谁偏心，它只回应你的震动。你震动出匮乏，它就让你经验更多缺失；你震动出信任，它就让你感受到支持与流动。所以，让我们一起练习，不再问我要怎么得到更多，而是问我如何能更真实地活在当下这份连结里。当你这么问，你就已经开始改变了。你的能量变了，你的世界也会随之转动。因为丰盛不是来自于你拥有多少，而是你是否已经与宇宙同步。同步在爱里，在信任里，在不需要任何证明的安稳里。你与丰盛的距离只差一个愿意相信的自己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你就是那个源源不绝的丰盛本身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